太魔幻了，兄弟们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把我算到了，你们也信吗？你们看我是一个什么开局打一个什么开局？枪兵死人开矿，坦克围巾，碰到他头坦克加运输机，就是完美 counter 啊！这你们应该看得懂吧，兄弟们？就我都不知道他自己当时脑子怎么想的，真的是时运都在我这边呀！我估计他都傻了，他都没想到我这么看到他的开局。你看他本来想投我这里，你看我干嘛？我坦克都好了，兄弟们，我估计这个时候他都是懵的。他坦克本来想架我这里，然后发现我都有一个坦克架在这里了。然后他想投我主矿，围巾刚好来了，他也投不了了。真的是一把完美防守，我这辈子都没防这么好过呀！防马入的进攻啊，兄弟们，马入的前期进攻啊 ，DVT， 真的是跟开了图算卦一样，我操！要不兄弟们，你们以后赐我个星际王爷吧，哥们儿他妈领悟了封后奇门，可以算八卦了。不过我跟你们说，这波我其实有点急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我想的是什么？我设立一把雷达。我当时想的是什么？我当时如果扫一把雷达，他如果是渡鸦之后接围巾，我就不推；他如果是渡鸦之后接三兵，我就推。然后我撒到了，我觉得我这波要推一下，给一下压力。我觉得我这波是对的，给压力是对的，但是没操作好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波我其实能赢的，但是怎么赢？我这个渡鸦要去锁2个坦克，再丢1个炮台，这个是能量最好的一部分。但我这里确实操作有点问题，就我这里应该这2个坦克锁了1个炮台，这2个坦克锁了2个炮台，5个坦克一架，兴奋剂一上搭上去，都不用兴奋剂我就赢了。但是我这里打得不好，这里真的打得不好，这里其实锁了就好了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平时我打到这里局面的情况下，我会想的是什么？我这把没了，我让一个马入这么强的职业选手，给他 TVT 那么强，他的 TVT 那么强，打到这种局面，我肯定没了。但是我那天想的就是，我他妈还是能赢，只要好好运营，把后边攻防盾牌别忘，把制空抢回来。反而是马入没有跟我抢制空，反而是这把我抢制空。你们看我这里这个防守，我跟他妈完美一样，2个坦克1个地堡，枪兵这边的枪兵不会，如果着急就会被下边坦克轰，这边枪兵没走过来，配合2个围巾来打，然后感觉自己坦克要掉，过来农民修坦克，1个坦克没掉。我的天啊，兄弟们，这他妈是我吗？然后这里还不着急打，把坦克拉过来，然后他还被我枪兵轰光了。肌肉记忆吧，可能真的。然后你们看我这把，我想着我慢慢打，后边的攻防什么全追回来了，本身我是落后特别多的。然后这里也是，我告诉你们，这里我做了一个最牛逼的决定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做了一个最牛逼的决定，我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做这个决定了。我这波兵没回来，我这波兵是有波枪兵的，我如果回来，可能我直接被他打死了。但是我这波没回来，直接去他3矿了，然后这里我守住了，然后我把他3级打飞了。兄弟们，你们敢信吗？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胆子那么大。就这波照我按平时肯定是回来，然后下面这个枪兵直接被4个坦克轰光，然后他家里完美运营。但是我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我去跟他换家，把他3级打飞了，还甩他一波农民。
哇，真他妈的！兄弟们，你们信命吗？之前我不信，可能我现在信点了。可能有些人真的是命里有吧。哎，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说过的一句话？是20年还是21年？当时黄金总决赛，当时有一年最佳选手颁奖的时候，我说过一句话，我说我特别羡慕雷诺，还有雷诺的，特别羡慕雷诺。我感觉他跟那种小说的男主角一样，就那种拿到主角剧本一样，就是年纪轻轻最年轻的世界冠军，拿了小说男主角的剧本一样。我说我特别羡慕，但是我当时后边还说一句话，我说就算我可能不是那个小说的男主角，我也会继续走好我自己的路。但是谁能想到这个剧本呀，兄弟们，可能真的是小说都不敢写的剧本吧？0.37%的夺冠概率被我拿到这个剧本了。太奇幻了，这一段旅行。这里其实有点急了，我应该回来点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我没想到他妈我把马入打怂了。你们看他打赢我的第一时间他在干嘛？他人口领先，你看他干嘛了？他回家了。兄弟们，他回家了。他打赢之后他回家了。然后反而我的攻防没有忘，我的攻防3攻3防提了，他把他3攻3防忘了。然后我的攻防莫名其妙领先了，我运营一点失误都没有。哎，然后兄弟们就说这波了，这波我他妈也是胆子大，我知道他过来了，我想着我这波兵不能过来，我这波兵不能他妈过来也是送，我一定要限制住他的5矿，结果完美的剧本。然后这波破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平时我早急了，你知道吗？拖农民拖坦克上去冲这波，但是我做了一个最正确的决定，空投爆破，而且是顶着维京上去空投爆破，他维京就慢了那么一点点，然后我维京上去把这波运输机的呼住把它给破了，然后侧面5矿拆掉了，真的是赶啊！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这么赶。然后我再告诉你们个，你们想一下我平时这种局面会干嘛？放弃制空，8兵营干拉，然后被马入翻盘，然后我只能说在我占到优势的情况下，痛苦的回忆涌上心头。我说我要有耐心，慢慢跟他打，我跟他打后期我他妈也不怕，我肯定我能赢他后期，慢慢跟他打就好了。然后我走了3VS， 我没有走8兵营，慢慢开5矿，慢慢跟他打，抢制空。反而这帮马入抢制空没抢过我，我这辈子真是活久见。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们把名字挡一下，你不觉得这个红色是平时的我吗？你看干拉没拉掉，回去撤。然后家里开始铲渡鸦，继续枪兵，想办法干拉一波把人都拉死。你不觉得这个是我吗？怎么就感觉真的跟反过来一样？你们如果应该平时老看我比赛的话，你们应该有这个感觉。你不觉得这个他妈是我吗？这个红色占到他妈巨大优势赢不了，然后干拉把自己拉死，然后出渡鸦维京制空拼不过，被马入翻他一波打死。我告诉你们，这波说实话我是他妈真敢打，因为你们看，以我的视角，我是不知道我一定比他多的，而且我还是全被减甲了，他还是没有被减甲的。你们知道当时我心情是什么吗？我给你们看我当时的心情是什么？我看啊，这里上去拼，我说我去你妈的，我就上了，我也没管了，我说我他妈拼就赢了，拼不过就下把了。
然后结果他妈打过了。真的呀，当时他妈这种心态啊，他妈还管不了那么多，打了呀。哇，结果哎，我想问你们个问题啊，你们见过我有坦克和维京解放者推进这么好过吗？你们看我这个坦克的距离，完美炸到他的坦克，他一收，解放者往前一架，枪兵没法强点我的解放者，然后解放再推进，然后他一收，坦克再往前挪，再保护解放者不被维京点掉。发现他只有一个坦克的时候，枪兵拉上去推进，我操，我这波推进细节完美了。然后我这波是往下走，我没跟他上去强兵也是对的，我这波往下走，他赶上就被我坦克轰，结果他还真的被我坦克轰了，他急了。而且我告诉你们，这波我最牛逼的决定，因为我给你们看啊，我这把还是有几率被翻的，因为我没有渡鸦，我现在渡鸦太少了，而且职工他还是优的，我觉得我跟你换成平常我会什么，整个一波兵上去冲，然后被他渡鸦炸加锁，然后我被翻盘。但是你们看我干嘛了？我塔拉白了，我没往上面走，我往下边走了。我说我不能急，我去拆他的矿。然后我这时候我跟你们说，在想的是什么？我看他这波兵来了，我当时想的是，我怎么能把这波兵给护走呢？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决定。你看，我知道他就要来吃我这波兵了，然后我想了一个决定，我去空投他主矿，然后他的兵就能必须去回去守了。然后你看他这里操作失误了，他这波兵回去守了，我就让我这波坦克走了。如果我这波被吃了，我还是被翻了。然后我知道他回来守我了，我去球地下这边，然后这两船兵再走。我操，我他妈这波角色真的拉满了，兄弟们。这招就叫《狂飙》里的《孙子兵法》里面的围魏救赵，以后请叫哥们儿一起强。我这波决定真的太对了。你们看啊，如果我不空投的这波，我会怎么样？所有兵在这里，枪兵在后边，渡鸦过来，几个坦克一锁，渡鸦炸弹一炸，我没了，我肯定没了。然后我这波做了一个最优的，你看他能量交了，他这波坦克不炸又不合适，但他回去他不守又不合适，结果他两边啥都没得，鱼和熊掌都没了，还被我把下面所有矿都抬了。然后我这边还做了一个细节，你们看到了吗？我去撒到这边的矿，因为我说这个是马入啊，他应该外面全是矿啊，他怎么左上角没矿啊？我就想我这把有了。然后我跟你们说，这波我也很屌，你们看我这个坦克架的，兄弟们，这他妈是我吗？我打 TVT 我还在架防守坦克，你看这个坦克架的，我就知道他有可能来换我家了。什么？孙一峰给我打电话干嘛？喂，松哥。来喂，你听到我说话吗？听得到。好。去个毛歪，让我继续吹，让他等一会儿，让小孙等一会儿，妈着什么急啊？让他等一会儿，让小孙等一会儿，我再给你们吹啊！我这波坦克架的他妈太好了。然后首先我这波没有上，你们看啊，我如果按我平常我会怎么样？这波坦克，这波下面这波兵直接就上完之后，我可能就被翻了，我真的可能就被翻了。因为我这波他坦克太多了，他还有3攻，我这波就被翻了。我做了一个最牛逼的决定，我没有管，我去上面护住我2矿的口，然后让他这波兵没有办法往里边抹，然后我就守住这个路口，让他坦克没有办法往前架，这样我就护住我的出兵点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其实挺慌的，我怕被翻，然后我忽然想到那个东西，我后边还有坦克没拿，然后我拖了坦克，完美防守。然后结果马入急了，马入好急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马入好急。然后就给你们看后边的神之一手吧，兄弟们，完美的大局观。
完美的大局观，兄弟们。我在这里我就知道我找不到他兵了。我首先我这里我找不到他兵，我就知道他肯定推我下面去了。他推我下面去，那我能干嘛？我回去守，我肯定亏。那我就跟他打反，我就跟他打反攻。哇，这波真的完美法！我就这里其实你们解说可能跟你们没看到，我这里是打了一个3线的。我分了2个解放者去架他矿，他农民被我没了。你看到这里农民已经开始死了，看到了吗？我把他打乱了，我从来没见过马入没反应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2边矿农民被我架光了，然后正面坦克还被我架光了，他相当于这波直接全没了。我这里一个解放者把他整边矿都架光了 ，OB 没切到，下面有一个解放者也架光，他2边矿没了。然后就是后边的神之一手了，兄弟们。唉，太奇妙了，兄弟们，太奇妙了。我这辈子没想到能看到金色的雨啊，兄弟们！我当时都跪下了，我当时因为腿是软的，你们懂吗？我当时腿是软的，真的这辈子没想到能在舞台上看到金色的雨啊！而且说实话，我是感觉这次，哎，你们还记得一个动作吗？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同样2次握手。我感觉我这次好像真的释然了，兄弟们。我找一下。你们还记得我上次赢马入吗？你们看我是去干嘛的？凭借一下。我找一下。按今年的 WCS 的。你们看我不是，你们马入还好，但是你们看我当时是干嘛的？你们看啊，虽然是同样是握手。我当时赢了，结果很着急，还拍他，兄弟你他妈理我呀！你不理我，但是你们看我这次干嘛了？我没有很着急的走过去，我就慢慢走过去，我就觉得太突然了。然后这马入也是双手握手了，我感觉可能这次马入也那什么了吧？我从来没有见过马入双手握手。我当时真的不敢信啊，兄弟们！当时真的不敢信啊，世界冠军呢！而且我当时也是，我当时就没有急着去，我觉得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我没有特别在急着去想获得别人的认可了。就是我当时其实我就特别想获得别人的认可，但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多事情都不重要了，就很淡然了，真的。用那2个字说，就真的很淡然了，就觉得很多东西都没那么重要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可能因为自己真的已经做到了吧，兄弟们。后面就不看了啊，兄弟们，我今天就先直播到这里了吧，好吧？我后面可能先不来了，因为你们我好多采访，真的好多采访，然后。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然后因为我16号后面还得去那个上海，然后我可能今天就先这样了，然后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啊，可能今天人真的有点多，我没想到有贵宾1万这么多了，还有这么多这种非常真的感谢大家，我觉得不仅是圆了我自己的一个梦吧，然后我也是圆了大家的一个梦，而且我再给你们说一个小插曲，我的奶奶。80多岁了，然后在得知我夺冠这个事情之后哭了。就是我奶奶会看我比赛，她80多岁的时候，她会拿一个 iPad 的坐在客厅看我的比赛。你们知道吗？
我真的我知道这件事之后，我自己真的，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。就我这个时候，我真的我觉得我做了一件很正确的事。就我真的没想到我能影响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，用一个电竞项目去影响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。哇，真的，我爸反而没哭，我爸说他跟我说，我打完雷诺之后他就觉得我有了，我爸是跟我这么说的，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奶奶会哭，就是一个80多岁一个老人去看一个20多岁一个年轻人去玩的电子竞技项目，然后哭了。我觉得我奶奶可能觉得我做成了吧，真的做成了吧。我也很感谢大家，我感觉也圆了大家的一个梦吧，太不真实了。然后后边可能就先不来了，因为我后边可能有很多事情要弄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，就是我不会因为我是个冠军去获得很多的利益方面的问题，就是利用我冠军的名字去很多的广告啊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兄弟们放心，我绝对不会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最没人理的那个时候是怎么过来的。就算有代言，我会把所有的这些代言的利益全部放到公益项目上面，比如今天的这些礼物收入，还有你们所买的那些 IEM 卡托维兹的纪念 T 恤，还有万一后面还真的有一些东西来找我代言，我会把所有的这些利益的这些钱全部投放到公益项目里面，这个是肯定的，好吧？这个是肯定的，我不会赚1分钱，这个让大家放心。我唯一拿的钱就是我自己的奖金，因为我觉得我能有今天这步，自己有一部分关系，跟大家也有一部分关系吧，所以我不会去挣一些我不该拿到的钱，这我是觉得肯定的。我觉得我觉得我这次挺信命的，我觉得老天爷让我这么顺。我应该去多做一些好事，我应该去多做一些好事，我不应该钱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，我现在钱够花了，我不用，我也想买什么法拉利啊什么这些的，但我觉得不是现在我最想要的，我会去多做一些好事，然后让大家满意的，好吧？反正大家今天就先这样了，好吧？然后我也做到了我之前在去年承认那句话，我说进一次 P 级赛决赛。但谁能想到拿到了冠军呢？对吗，兄弟们？好吧，今天就先这样了，十分感谢大家，然后谢谢今天大家的礼物，别送了，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，好吧？我今天就先这样了，然后我哥们儿就先撤了，我去孙哥 YY 他们 YY 了，好吧？大家就先这样了，拜拜，十分感谢大家。再给大家看一眼，好吧？蓝色的袋子啊，很贵的东西，蓝色的袋子，大家拜拜。